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梅山旅行的第二天，下午要造訪太平老街附近的孝子路步道，我們就從住宿的太平大飯店出發。孝子路步道的入口就在太平老街，所以今天下午可以再逛一次太平老街。这件壁畫作品名稱是張文環文學之印象太平。畫面左上方的葉園，右下方的煙機，是張文環創作2篇短篇小說的篇名。我昨天下午就來逛過太平老街了。我昨天可能是我來到嘉義梅山的第一天，從台北南下，加上開車上太平36彎，然後在造訪過太平雲梯、林之南道之後，到了下午可能體力跟精神上已經是強弩之末。所以逛老街的時候，可能精神有點鈍化。昨天差點錯過張文環這一位出身太平村的日本時代重要的台灣作家。今天下午要造訪孝子路步道，再次經過太平老街，可以再回味一下太平老街。我昨天就沒有注意到這邊店家店門口掛有煙機的裝飾。這就是源自張文環創作的短篇小說《煙機》。今天是星期三，是太平雲梯的公休日，所以星期三的下午，太平老街顯得比較冷清。龍龍商店，這是作家張文環的故居。張文環1909年出生於嘉義梅山的太平村。這邊巷子有階梯步道通往太平三元宮，昨天下午已經造訪過了。這邊的屋牆寫有山茶花、張文環魂、陳春德畫。我昨天下午竟然沒有注意到。這是張文環創作的第一本小說《山茶花》，發表於1942年。張文環出生於1909年，日本時代，所以他一生當中最熟悉的語言文字就是日本話、日文，他的創作也都是日文創作。那1942年出版的《山茶花》，一直到60年之後，2002年才翻譯成中文，所以可見日本時代那個時代的台灣作家，他們歷經戰爭。歷經時代的轉變，都是走過一段非常苦悶的歲月。像我這樣戰後第2代的台灣人，當然很能夠體會張文環那個時代他們所經歷過的一些苦悶的心情。但是有一些生活背景不同的人，可能就比較難理解。那不能理解也沒有關係，最怕的是他們還對這種心情貼上標籤。甚至批評，認為這種心情是需要被檢討、需要被改正的。從1947年228事件之後，張文環就停止創作了，一直到1972年，他才重新拾筆，再度創作。前面是太平國小，太平國小校園的對面，這是竹林茶坊。孝子路步道的入口，太平古巷弄時光，張文環作。午後的太平村又起霧，在雲霧中漫步。哇，這我沒看過哎！金鳥鶴交，步道從這邊上行，石階路上爬，爬向太平吊橋。步道旁，這是夢中竹林。這條步道為什麼叫做孝子路步道？因為沿途有夢中林，所以取自中國24孝的故事之一的夢中枯筍，所以命名為孝子路步道，也算是一種創意吧。步道旁有儲水塔。爬上來了，
差不多走了10分鐘，我們抵達太平吊橋。這是太平觀光吊橋。吊橋下方是162甲縣道。從太平吊橋回望太平老街。上面那裡有茶園。走上200公尺。哇，前面是夢中陡上。哇，這是一段好漢坡。終於爬上來了。剛剛走過的這一段是很優雅的一段竹林路，前面有一座涼亭。我們從太平國小這邊進入，經過吊橋，抵達這裡。那待會走下去以後，接馬路可以繞回太平老街。我們繼續前行，接下來應該就是一路下坡了。我们快抵達步道終點了，這邊有一個圓形的，應該是涼亭吧。這邊有步道，過來看看。這裡面有階梯可以走下去。這涼亭蠻有設計感的。如果不走涼亭裡面的階梯，那就是從這邊的步道走下來。這裡有孝子路步道的資訊，長1100公尺，步行時間約40分鐘。我們差不多就是走了40分鐘，雖然途中有一些上坡路段有點陡，不過整體走起來還算輕鬆自在，就小陡一下而已，很快就陡完了。這個涼亭是地景藝術作品，創作者王文志，作品名稱《一抹紅去太平遙》。這燈筒是用孟宗竹做的。哎呦，真的有哎，被你吹好了，那我太轻了。哦，燈亮了。真漂亮。節約能源，請隨手關燈。那我們現在就在一抹紅去太平遙這座涼亭這邊的座椅這邊休息一下。我們有帶咖啡，就把它喝完，然後再散步走回飯店。那我們在嘉義梅山第2天的旅行就在這邊結束。謝謝收看，我們明天見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，歡迎您點選網址，打開地圖作為旅行的參考。